的性命，我们特邀您本人，只限于您本人，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。18日就是明天。谈判的地点正一观，万望按时到达。如若您不接受邀请，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。何去何从，请慎重斟酌。熊啸天、罗六姑敬上。高啊，实在是高！你先乱了楚玉和的心，然后让他左右为难，顾此失彼。六姑啊，你真的是工于心计，在这一点上，我熊啸天不如你。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百子。啊？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？这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，他来与不来，里外都不是人。怎么？你想啊，他如果来呢，咱们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，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。可是他如果不来，那就是见死不救。这百子啊，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。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，那就会失去了民心，那百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。你想啊，如果他归顺了我们，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？那就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儿啊！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。大嫂啊，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。干什么呀？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？我们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。哎呀，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，今天是徒有虚名。哎，不，我熊啸天对你百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。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，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？这过去啊，我们是仇人，但是从现在起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，化敌为友呢？与你们为友啊？那我百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。哎，年轻人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相信你百子也不希望死的。我当然不想死了，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。如果让我助纣为虐，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，那我宁可去死。你可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我百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。今天啊，我敬酒不吃，罚酒呢，更不吃。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楚玉和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呀？信任。楚玉和给我百子的是信任。信任？
这种信任，你们有吗？就这么定了，我去跟他们谈判。大嫂，您一个人去谈判，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再说，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，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。勇气可嘉，但不切实际。我劝您还是慎重、慎重再慎重。我没那么多肾，也没那么多重。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，就是泼出去的水。什么？楚玉和竟然同意只身前来与我们谈判？哎呀，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。不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母妈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百子用性命救了我，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那我楚玉和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？和儿啊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。做人呐，活的就是忍你这口气。我支持你，你大胆的去吧。母妈，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。你担心我什么呀？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，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那您怎么办呀？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？呵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我这个高埋脖梗的老太婆？母妈，您不是我亲娘，但胜似我亲娘了。和儿，没有您，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。母妈，和儿给您磕头了。和儿，和儿。你们等我消息。驾！熊啸天，我来了。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，就立刻冲进去抢人。记住，谁都不许贪生怕死，凡是怯场后退者，一律枪毙。李先生，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。离家的时候，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
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真的令我刮目相看。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。不像他俩？怎么不像？大嫂和百子哥，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、亲大哥。我们有什么难处，心里怎么想的，他俩都了如指掌。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。别看我们不说，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。他俩能让我们生，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。李先生，我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，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。熊啸天，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？我恐慌吗？我一个东北人，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，我会恐慌吗？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，我有必要恐慌吗？你恐不恐慌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。楚玉和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一个人居然敢来。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我楚玉和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，既没打家劫舍、强取豪夺，又没打过谁的主意、暗算谁。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别装了！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，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。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。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，我今天就不来了。行了，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。不是要谈判吗？谈吧。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？这是必须的。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。猴子，念。我们的条件啊，一共有2条。这第一条，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，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。这第二条，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，肥猪10只，肥羊10只，老母鸡30只，外加200斤鲜鱼。以上这2条字字如铁，不容改变，切切。楚玉和，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？我又不聋。你同意吗？你们这哪是在谈判？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！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敢跟我掰手腕？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？熊啸天，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，吓唬谁啊？我告诉你，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，我楚玉和就从来没怕过你。看来你是不想要百子的命了。谁说的？百子的命我要。可你们的那2个条件，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，我相信4镇8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。你先别关门，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明天午时3刻，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。明天到了这个时辰，如果没有答复，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，你就等着给百子收尸吧。哼！
我的亲娘祖奶奶，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！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，什么叫度日如年，分秒如天呐！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？大嫂，您一个弱女子，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，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？老四，要说我一点都不怕，那是瞎话。我也是个普通人，我也有七情六欲。可我细想起来，这害怕有用吗？你越怕，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。你只有咬紧牙关，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，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。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？如果连死都不怕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是。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，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。大嫂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您的所作所为，我们也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从今天起，您指哪儿，我们就打哪儿。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我们跟定大嫂了，我们跟定大嫂了，我们跟定大嫂了，我们跟定大嫂了。好，说得好。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。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，你还夸他好啊？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，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，堂堂正正的人。命都没了，做人还有什么用？比如你罗六姑吧，虽然你苟延残喘的活着，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？百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。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，听喇喇咕叫还不种庄稼了呢。罗六姑，请你别再烦我，要杀要剐，我百子悉听尊便。你。福儿，你这是又咋了啊？娘，我心里难受。是不是又想百子的事儿了？是。我回来了，可百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你是说熊啸天、罗六姑那两个条件，你永远都不会答应？在我跟百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，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。你这样做，既然是对的，为什么还要哭啊？你上正门观的时候，你让大伙儿要用笑脸送你上路，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百子上路？娘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失去柯文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他。这么说，你心里有他了？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？原先想等个2、3年，等时机成熟再说。可
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何副官，在，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。是。何副官，抓紧时间，快来不及了。是。 李唯孔，来了。大嫂，距离53刻还有多长时间？马上就要到了。大嫂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白子的灵堂搭好了吗？已经搭建完毕。你吩咐下去。53刻一到，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百子。是。虎哥，这时辰都已经到了，楚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？他如果有了动静，他就不是楚玉和了。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捏汉子呀？刀斧手，准备把他给我剁了。 用不着蒙眼睛，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。刀下留人！大哥，带人可不少。我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。 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就是熊啸天，熊大当家的，对吧？啊，你谁呀？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，曹司令。曹司令。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，有何贵干呢？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谈谈。荷儿啊！ 祭奠仪式已经完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娘，我想在北滩说会儿话。那我先回了啊。
你的意思是跟我要摆子？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。如果我不给呢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，恐怕欠妥了些吧。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，还能戴顶为民除害的桂冠。你可以不把人给我，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。何去何从，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。我是吃粮长大的，不是你吓大的，脑袋掉了，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！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、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。何副官，在。司令，息怒息怒啊！莫非夫人有话说？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。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。六姑，别说话，闭嘴，听我说。你说。司令，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，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？这俗话说，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，你送我1尺，我还你1丈，不是？曹司令，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？还是夫人精明。我们既然做了朋友，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？这个摆子真是命大呀！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？他这一回来，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，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、替夫报仇的事迹，也是略知一二。今日与大嫂见面，大嫂果然气度不凡，英姿焕发，光彩照人。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，这也是天赐鄙人与大嫂结识的良机。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！本来我对于解救摆子已经束手无策，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
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。柏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、不可或缺的人物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，我曹某定竭尽全力，在所不辞。比如说，前方战事吃紧，需要大量兵员，我向大嫂保证，对大嫂所统领的4镇8乡，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，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。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？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，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、扩充实力。看这个样子，他像是在帮助咱们。但是啊，他又把柏子强行的要回，送回了倚天镇，又交给了楚玉和。看这个样子呢，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。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？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，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，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，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，用它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。以后就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我李维鹏为党国大业，定当竭尽全力，效犬马之劳。大嫂，请留步吧。这怎么行呢？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。常言道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我相信，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，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。经常见面？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，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？我已经拜会过他老人家了。您见过我爹爹？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？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他思儿心切。我听他说，自打你出嫁，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。他想你想的，这头发都白了。只要有时间，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。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。多谢。矮子，你不高兴？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？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，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，单凭这一点，我就得感他的恩，戴他的德，给他下跪磕头，对不对？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，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。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，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。矮子是怎么了？吃枪药了？
妈，我已经吃过饭了，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？百子啊，这是厨房啊，专门为你呀做了4个小菜，还烫了1壶酒。专门为我做的。这玉和呀，特别嘱咐的呀。哎，他说，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。木妈，这饭我不吃了，您端走吧。不吃了？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不想吃，更没心情吃。百子，你这样做，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？啊，你这样也会伤玉和的心呐。木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吧。也好，百子，吃一点啊。是你，白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你？干什么你？松手！松手！想干什么？不要脸的东西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这什么这？快说！啊，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，天太黑，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，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，摔的。你看你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让我看看。大嫂。哎呀，少啰嗦，我看看。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。谢谢玉娥。啊，大嫂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？其实，我早就想叫你玉和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，是课文生前定下的，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。逝者已去，生者已矣，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？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。李唯孔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
嗯。